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昨天晚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1.16%，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出现了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呢，我们看到道指呢突破了4次的位于等位置波峰的34000点的这个位置，符合了江恩的等位置波峰定律。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等位置波峰之后4次等位置波峰之后，行情呢就容易出现突破。那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到了35400点附近，然后开启了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由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构成的这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到达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因为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开始了一轮震荡。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一轮规律就是美股不断上行冲高但是比特币一直迟滞不前，甚至出现了一个楔形整理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调整过程的末期，我认为将要发生变盘。这个变盘的时间点呢，是在8月17日的前后，也就是在这个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变盘。那么对于美股来说，它是一个多头的趋势，比特币呢是一个下跌的趋势，那么意味着美股的上行动作将大量资金吸收到美股当中去，比特币构成了一个下跌趋势。那美股一旦形成横盘震荡，并且持续震荡一段时间呢，那我认为资金会回流到比特币。因此呢，当前行情大的趋势上甚至在周线的这个趋势上，比特币是一个上涨的趋势。虽然呢目前是一个调整，但在小的趋势上呢，起码是在日线级别的这个角度上，比特币是一个震荡下跌的趋势。震荡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7月14日的这个悟空阴线，并且看到了7月24日的这个八戒阴线，中间的震荡前后中间的这些震荡呢，都是干扰性的 K 线。所以说呢，比特币的调整过程有可能出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落袋于27500美金1690均线附近。并且呢，我们看1690均线是一条神奇的均线在今年行情当中，3月中旬和6月中旬这2轮行情当中都达到了169均线附近，开始了反弹。那么这轮行情可能不会发生例外的是，如果能够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话，到达169均线27500美金是非常有可能性的。但是呢从昨天的行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点就是美股快速上行1个百分点，但是比特币的行情没有出现跟随。我们看到没有出现跟随，打到小日线级别29500美金附近的这个位置就开始发生回落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当前呢，它在更大的一个时间级别4小时以上到日线级别这个时间级别上呢，我们看到收敛三角形在这个位置上形成，收敛三角形的上边线，也就是波峰连线限制了比特币向上突破的一个高位。同时呢，上方我们也看到了4小时级别刚才我们看的是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那在4小时级别上，比特币144均线和169均线也构成了目前上涨的一个压力。也就是说，上方有一个结构性压力，有2条均线压力，分别在29300、29500和29700美金形成了比特币反弹的3重大山。因此呢，我们会员群今天朋友也在问问我今天能不能做多，因为早盘的时候比特币出现了小幅的反弹动作，我说不能做多，你要看29500，原因就是突破29500之后呢，它才站上4小时级别的一个结构压力线才是可以做多头的一个机会。那么行情变盘很快就要发生，我认为大概率按照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原则，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日线级别调整是有可能发生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出唐僧阴线的。所以呢，如果低位想做多的朋友，可以在169均线附近，也就是27500美金附近考虑布局多单。那我们打开我们实时的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实时的多空数据来看今天在4小时级别上的多头在下午4点54分的这个时间点是完全没有的。然后呢短时间内的多头，比如说小日线和15分钟级别的多头呢，主要是围绕 Audio、DODO 这2个币种进行展开的。那其中 DODO 是今天 Binance 涨幅榜排名第1，原因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前天关注的 YJJ 是一个原因。YJJ 呢上线了币安的USDT 永续合约。那么有小道消息称DODO 虽然在当前时间点上线了它已经上线了 BUSD 的永续合约，但是未来呢是有机会上线它的
USDT 合约的这是一个短期的消息。利好条件影响下呢我们既然见证了 YJJ 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最近5个交易日连续的上涨，最高上涨幅度呢超过500%，因此呢很多的资金涌入了 DODO 造成了 DODO 出现了连续的上行动作并且呢在这个上行动作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走出了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那么上方呢就非常有可能类似YJJ 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我们看YJJ 就走出了这样的结构，因为上涨行情当中有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接近了0.999美金接近了1美金，所以呢同等利好同样的拉升的情况目前在 DODO 上发生，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重点关注的是YJJ 的这种对多空方向的绞杀，未来会有很多山寨币会重演YJJ 之前呢是 Action 也做出了同等结构的一个绞杀动作，这种绞杀动作呢在我 K 线吸收战法当中是能够有唯一解的也就是 K 线吸收战法能对它进行一个完美的解释、完整的解释其他的任何理论在这个山寨币行情当中都不好使我们看到对于 Action 来说 AUCTION 这个币种来说，走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呢，它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期就基本上结束了，然后有一个上冲上影线，这个不算但是呢当天这个高点出现当天下午3点50分左右吧，接近4点的时候，我让我会员群朋友离场 Action。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完全符合了 K 线吸油战法当中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符合这个定律之后就应该减仓离场那么 YJJ 在昨天到达接近1美金的时候提示了风险然后它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并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它首先是永续合约出现了崩盘之后，现货才缓慢下跌的。当时呢现货还有机会出逃，但是永续合约几乎是在非常短的10分钟之内雪崩到0.45美金附近。对了，对于 YJJ 对于 Action 这种结构包括未来的DODO 也大概率可能会走这种对称性涨跌的结构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那对于 YJJ 的行情呢，我们也要进行一个解读。首先呢，它做的是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刚才我们给出了，分别由悟空、八戒、沙僧、唐僧4个人物走出来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切到了小日线这个级别上。小日线级别在昨天晚间凌晨2点附近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插针，到达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非常关键，就是在小日线级别的144均线这个位置。所以呢，提醒 VIP 群当中朋友说，这个位置抵达了一个相对的低点，小日线级别下跌吸油，这是一个非常急速的过程。这种急速过程呢，我们看到从高点到低点几乎是崩盘式的存在，下跌了67%，这样的行情会出现一定的反弹。一个是它完成了一波小时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非常标准的小时线级别下跌吸油，同时呢也打到了小时线级别144均线这个支撑位附近，所以呢存在一定的反弹机会。但是这个行情还没有走完，原因是它的下跌过程当中，它的时间级别容易得到一个升级。这样的话呢，就要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我们看到首先4小时级别上有一个悟空阴线这个悟空阴线呢是在4小时级别上的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然后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 K 线呢都构成8节阴线。首先呢是凌晨0点的这个8节阴线的主阴线，后面呢是一组干扰性的 K 线。通过合并 K 线呢可以得到整个8节 K 线组。那么下方呢在4小时级别上是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的。对于 YJJ这种快速拉升的币种非常容易走出刚才我们提到 Action 的这种对称性的涨跌因此呢暂时不要进行抄底。抄底的一个结构是在4小时级别上抄底的结构呢是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一个完整的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并且呢有可能是打到一个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才可以做一个仓位的不要满仓一个仓位的抄底动作。这样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对弱势的反弹。为什么说相对弱势的反弹呢？因为 YJJ 的这轮行情上涨幅度500%以上了同时呢底部出现爆量，这种爆量呢是超越了以太坊的爆量它的当天成交量我们看到连续超越了以太坊，仅次于比特币所以呢这波行情透支了它在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反弹行情已经把这个上涨行情透支完毕了。所以呢它要回归理性，回归理性之前是可能有出现反弹机会的。这些反弹机会呢你要抓住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些符合 K 线吸油理论的一个逻辑的掌握这种逻辑、方向切换、把握位置之后，才有可能在它的行情当中赚钱。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